时间倒回到几百年前，一个远离喧嚣的小镇，这里的人们安居乐业，过着平静的日子。镇上最受人尊敬的是那位鹤发童颜的老铁匠，他一手精湛的打铁技艺让他的铁器远近闻名，但他的真正厉害之处却鲜为人知。老铁匠的铁铺是镇上男人们聚集闲谈的地方，在袅袅炉火前，在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中，镇民们诉说着自己的生活琐事。渐渐的，铁铺成了一个信息集散地，老铁匠常常默默地聆听、观察、思考。就是在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里，一个来自京城的商人为这个小镇带来了一丝波澜。他看中了老铁匠身边的一个紫砂壶，出手阔绰，一掷千金。消息不胫而走，引得众人侧目。老铁匠本过着简单而惬意的生活，每天打打铁，和街坊四邻闲聊家常，日子虽然清贫，但自得其乐。然而商人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切，他出人意料的举动成了全镇的谈资，人们开始对老铁匠的这个紫砂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一时间，老铁匠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，街坊邻居纷纷上门打听紫砂壶的来历，甚至有人开始旁敲侧击，想借此机会讨些好处。老铁匠从未见过这样的阵仗，他开始感到不安。商人开出的价格实在惊人，在当时10两银子已经是一笔巨款，足够一个普通人家几年的花销，而商人竟然愿意出50两银子购买一个看似普通的紫砂壶。消息传开后，众人议论纷纷，大家都在猜测这个紫砂壶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值得商人如此重金购买。有人说这一定是个古董，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。有人说这壶里一定藏了什么秘密，也许是什么宝藏的藏宝图。总之，大家的想象力被彻底点燃。而随着谣言的发酵，觊觎之心也开始滋生，亲朋好友们纷纷找上门来，或借钱，或讨好，想从老铁匠这里分一杯羹。就连平日里不怎么来往的人也开始殷勤起来。老铁匠看在眼里，他开始真切地感受到人性的贪婪。面对众人的觊觎，老铁匠陷入了深深的焦虑。他知道，一旦自己接受了商人的出价，生活就再也回不到从前。亲朋好友的殷勤恐怕只是表象，背后隐藏的是无止境的所求。作为一个见惯世事的老者，他洞悉人心，但又不忍心戳穿。他开始挣扎，到底应该如何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？是接受商人的出价，改变自己的生活，还是婉拒商人，维持现状？老铁匠夜不能寐，在炉火前独自沉思。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，想到了这个紫砂壶在自己生命中的意义。他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方式化解这场危机。第二天，老铁匠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，他召集了所有觊觎紫砂壶的人，当着他们的面，毅然决然地把紫砂壶砸得粉碎。既然大家都觉得这壶值钱，那我就把它砸了，省得惹是生非。老铁匠淡淡地说。众人惊呆了，他们万万没想到，老铁匠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举动。那可是50两银子啊！老铁匠疯了吗？有人愤愤不平，说老铁匠太不识货；有人惋惜不已，说老铁匠糟蹋了个宝贝；还有人开始指责老铁匠，说他不顾亲友，太不仗义。但老铁匠却无动于衷，他平静地扫完了地上的碎片，然后继续自己的打铁工作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后来，老铁匠恢复了平静的生活，街坊邻居见讨不到好处，也就渐渐疏远了，一切似乎都回到了原点。但只有老铁匠自己知道这背后的真相。原来他早就察觉到商人的到来不简单，凭借多年的人生阅历，他判断商人的出价过高，背后必有隐情。而他之所以选择当众砸壶，也并非一时冲动，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局，一个自保的谋略。他深知，
一旦接受了商人的高价，自己平静的生活就再也回不去了。亲朋好友的觊觎只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，到时候不仅自己的生活会被打乱，连这些人的人性也会被扭曲。与其如此，不如果断斩断，当众砸虎，既断绝了他人的念想，也保全了自己的清净。这看似愚蠢的举动，实际上是老者大智慧的体现。在这场危机中，老铁匠运用了高超的谋略，完成了一次惊世骇俗的自保。他没有选择名利，而是选择了恪守本心，选择了内心的平静。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智慧！这个故事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高手。在名利诱惑面前，在人性的贪婪面前，真正的智者总能透过现象看本质，在纷繁无杂中抓住事物的本质，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。老铁匠的故事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。在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中，我们要学会审时度势，看清人性，运用智慧和谋略，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，才能在逆境中破局，在险境中求生。这就是一个关于谋略与智慧的故事。它教诲我们要在纷繁的世事中守住内心的从容和淡定。只有那些真正的明白人，才能在局中布局，在变局中寻求不变，从而立于不败之地。贪婪的人性，贪婪是人性中最原始、最本能的冲动之一。当欲望被放大，理智就会被抛诸脑后。在老铁匠的故事中，商人的出价就像一颗石子，投入了平静的湖面，泛起了层层涟漪。而这涟漪正是人性贪婪的表现。一个普普通通的紫砂壶，因为一个商人的垂青，突然间就成了价值连城的宝物。人们的眼睛仿佛被蒙上了一层雾霭，只看到了壶身上反射的银子的光芒，却看不到那依旧朴实无华的紫砂。这就是贪婪的力量，它让人迷失方向，让人失去判断，让人可以抛却一切，只为了追逐那个虚幻的利益。消息一传开，老铁匠平静的生活就被打破了。街坊四邻，那些平日里和和睦睦的友人，突然间都变了一副面孔。他们来到老铁匠的铺子，狮子大开口，借钱，借铁器，甚至借紫砂壶。他们笑脸相迎，话里话外都是试探，想要分一杯羹。在他们眼中，老铁匠不再是那个可以闲话家常的朋友，而是一个突然暴富的富翁，是一个可以借以敛财的工具。嫉妒和眼红在人们的心中滋长，他们惋惜老铁匠的好运，又暗自盘算如何能从中获利。友谊在金钱面前变得如此脆弱。消息传得越远，来铺子的人就越多。不少陌生人听说了紫砂壶的事情，也蠢蠢欲动。他们鬼鬼祟祟在铺子周围徘徊，寻找机会。有的趁着夜色翻墙入院，想要偷走紫砂壶；有的伪装成客人，试图以高价购买；还有的恐吓威胁，逼迫老铁匠就范。欲望让人丧失了理智，让人忘记了法律和道德的约束。在贪婪面前，什么都可以抛却，什么都可以不顾。更让老铁匠痛心的是自己的儿女。当他们得知紫砂壶的事情后，也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。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孝顺体贴，相反，他们开始催促父亲卖掉紫砂壶，开始打听父亲的财产分配。在他们眼中，父亲不再是那个慈祥的长者，而是一个行将就木的泉源，是一个可以瓜分的资产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亲情在金钱面前也变得如此不堪一击，这些让老铁匠倍感失望，也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。在这场风波中，老铁匠看到了贪欲对人性的扭曲。一个人一旦被贪婪所控制，就会失去理智，失去判断力。他们会不择手段，会背叛亲友，会违背道德和法律。他们的眼中
只有利益，只有金钱，其他一切都可以抛却。这样的人注定不会有好的结局。因为一个人如果连最基本的良知和操守都没有，又怎能指望他有所作为？老铁匠深深叹息，他知道这场风波不仅是对他的一个考验，也是对这些人性的一次拷问。在这场风波中，老铁匠展现出了非凡的定力和智慧。面对巨大的诱惑，他没有动摇；面对无理的要求，他没有妥协。他明白，一个人如果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，就会成为欲望的奴隶。只有时刻保持清醒，时刻警惕贪婪的侵蚀，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世事中把握方向。这正是老铁匠能够化险为夷的原因。他靠的不仅仅是智慧，更是一颗不为物欲所扰的心。所以，无论你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，无论你是普通工人还是商业巨贾，都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。唯有如此，方能成大事。这一部分揭示了人性的弱点，揭示了贪婪对人的伤害。它警示我们要提高警惕，要以戒惧之心看待金钱和利益。因为一旦失去了操守和良知，一个人就真的一无所有了。反观老铁匠，他展现出的正是一种高手应有的素质。他不为名利所惑，不为物欲所扰，始终保持着内心的从容和淡定。这才是一个真正智者的风范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，我们要以老铁匠为榜样，以克制欲望为修身之道，在纷繁复杂的人性博弈中坚守本心，笃行正道，方能立于不败之地。真相的隐藏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也未必为实。在老铁匠的故事中，我们看到了一个惊人的反转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局，商人和老铁匠是这场戏的主角。从表面上看，商人出高价购买紫砂壶，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但实际上这正是他们合谋的结果。他们要用这个局来试探人心，来教育世人。而那个当众砸壶的举动也并非一时冲动，而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。因为唯有如此，才能达到他们想要的效果。这告诉我们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很多事情并非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也未必为实。我们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，不能被表象所迷惑。老铁匠和商人的合谋，事实上，老铁匠和商人早就认识。商人欣赏老铁匠的为人，也钦佩他的智慧。两人一拍即合，决定合作演一出戏。商人出高价购买紫砂壶，就是为了制造话题，引起轰动。而老铁匠则要在这场风波中展现自己的定力和智慧。两人的目的是要给世人上一课，他们要让人们看清贪婪的危害，看清欲望的丑陋。他们要用这个局来唤醒人们心中的良知。这个合谋展现出了另一种高度，它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智者往往能够超脱局外，运筹帷幄。他们能看清事物的本质，能掌控局势的走向。当众砸壶，断绝他人念想。在这场戏中，老铁匠当众砸壶的举动是一个关键的情节。他看似愚蠢，实则大智若愚。通过这个举动，老铁匠断绝了所有人的念想。没有了紫砂壶，也就没有了觊觎和算计。他用这种方式告诉世人，欲望是无止境的，唯有断绝才能获得平静。这一砸既是对贪婪的警示，也是对自己的保全。他展现出了一种超然物外的智慧，一种大彻大悟的境界。暗中交易，隐匿巨额财富。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在众人眼中，紫砂壶已经粉身碎骨，但实际上它早已被老铁匠和商人暗中交易。这个交易发生在砸壶之前，老铁匠以极高的价格将紫砂壶卖给了商人，这笔钱成了他安享晚年的保障，而砸掉的只是一个复制品。通过这个手法，老铁匠巧妙地隐匿了自己的财富，
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。这一切都在老铁匠的算计之中。他用自己的智慧完成了一次完美的财富转移，既保全了自己，又教育了世人。这个故事完美诠释了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的智慧。表面上，老铁匠砸烂紫砂壶，断绝了一切名利，实际上他已经悄悄地获得了财富，过上了安稳的生活。这种智慧建立在对人性的洞察之上。老铁匠深谙世情，他知道有些事情需要以退为进，需要韬光养晦。这种看似逆向的操作，恰恰是一种高级的谋略。他教会我们，在某些时候，虚张声势是明智的，隐藏实力是必要的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在纷争中立于不败之地，财不外露，安稳度晚年。故事的最后，我们看到老铁匠过上了安稳的晚年生活。他没有让突如其来的财富改变自己，而是选择了低调简朴的生活方式。这正是他智慧的又一体现。他明白，财富是身外之物，真正的幸福在于内心的平静。他没有被金钱所束缚，而是用金钱来守护自己的理想生活。同时，他也深知财不外露的道理。暴富往往只会招来是非和觊觎，唯有低调行事，才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才能真正享受财富带来的安稳。这一部分揭示了一个常常被忽视的道理：事物的真相往往隐藏在表象之下。我们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，而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。同时，它也展现出了一种高级的处世智慧。在复杂的人性博弈中，我们要学会隐藏实力，要学会以退为进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在纷争中立于不败之地，才能在风浪中安然度世。老铁匠的故事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。他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智者不仅要有洞察人性的慧眼，还要有运筹帷幄的胸襟。他们能看透表象，能掌控大局，在纷繁复杂的世事中始终保持从容和淡定。这正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境界。在这个充满诱惑和挑战的世界，我们要以智慧为舵，以戒惧为墨，在人性的博弈中守住本心，坦然前行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在这个纷繁的世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宁静天地。谋略智慧，成大事者必先做控局人。在老铁匠的故事中，我们看到了一个精彩的局。从表面上看，这是一场闹剧，是一场风波，但实际上，这一切都在老铁匠的掌控之中。他是这场戏的导演，是这个局的操盘手。这正是成大事者的必备素质。他们不甘于做局中人，而是要成为控局人。他们要学会站在更高的角度，俯瞰全局，掌控局势的走向。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，而是需要通过不断的历练和学习来获得。它需要我们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，对事物有透彻的理解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找准关键的支点，精准发力。洞察人性，预判他人行为。老铁匠之所以能够成功做局，关键在于他对人性有着深刻的洞察。他知道面对利益的诱惑，人性会露出怎样的面目。他能预判他人的行为，能看清他们的欲望。这种洞察力是一个控局人必须具备的能力。唯有对人性有了透彻的理解，我们才能在博弈中占据主动，才能掌控局势的走向。而这种能力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观察和思考。我们要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，去体察他们的想法，去理解他们的需求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。隐藏实力，勿让他人觊觎。在这场风波中，老铁匠展现出了另一种智慧：隐藏实力，勿让他人觊觎。他没有选择炫耀自己的财富，而是选择了隐藏。他知道暴露实力只会招来更多的麻烦，这也是一个控局人必须具备的素质。在某些时候，我们需要伪装，需要隐忍。我们要学会收敛锋芒，要学会藏于暗处。
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纷争，才能在关键时刻出其不意，取得胜利。这种智慧需要我们有极大的耐心和定力。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，要学会压抑自己的冲动。我们要明白，有些时候低调行事才是最好的策略。见招拆招，化险为夷的应变，在这场风波中，老铁匠展现出了高超的应变能力。面对众人的觊觎，他没有慌乱，而是从容应对。他见招拆招，化险为夷，最终完成了一次惊世骇俗的逆袭。这种应变能力是一个控剧人必须具备的素质。在局势瞬息万变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会随机应变，要学会灵活调整。我们要能够在危机中找到转机，在困局中找到出路。这需要我们有敏锐的洞察力，有清晰的判断力。我们要能够快速分析局势，准确把握关键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在复杂的局势中找到制胜的关键，扭转乾坤。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大智慧，老铁匠展现出了一种大智慧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表面上他失去了一个宝贝，但实际上他赢得了更大的利益。他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，保全了自己的平静生活。这正是一个控剧人应有的胸襟。在某些时候，我们需要学会退让，需要学会放手，因为只有退一步，我们才能看得更远；只有放手一搏，我们才能赢得更大的胜利。这种智慧需要我们有大格局，有大气魄。我们要学会放眼长远，要学会不计得失。我们要明白，有些时候短期的退让换来的是长期的主动，眼前的放弃换来的是未来的收获。老铁匠展现出了一种高超的谋略，韬光养晦，伺机而动。他没有急于显露自己的实力，而是选择了等待。他知道时机未到，不可轻举妄动。这也是一个控剧人必须具备的素质。在某些时候，我们需要学会隐忍，需要学会等待。我们要学会蛰伏在暗处，要学会积蓄力量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在关键时刻一举成功。这种谋略需要我们有极大的耐心和定力。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冲动，要学会压抑自己的欲望。我们要明白，有些时候不动才是最好的行动。要想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，我们必须学会做局，学会谋略。我们要学会洞察人性，要学会预判他人。我们要学会隐藏实力，要学会退让进取。我们要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找准关键的支点，精准发力。这是一个控剧人的修炼之道，它需要我们有智慧，有勇气，更需要我们有一颗谦逊进取的心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世界中成就不凡的事业，创造辉煌的人生。老铁匠的故事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。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，我们要学会洞察人性，运用智慧和谋略为自己做局。这需要我们看清贪婪的本质，明白眼见也不一定为实。在欲望的诱惑面前，我们要学会克制自己，要学会隐忍退让。因为只有控制了欲望，我们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。同时，我们也要学会采取隐忍的策略，学会伺机而动。在关键时刻，我们要敢于出手，要敢于逆势而为。因为只有成为控剧人，我们才能在逆境中破局，在险境中求生。这是一个智者的人生哲学。他告诉我们，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，我们要以谦逊之心对待世界，以进取之志应对人生。我们要在人性的博弈中守住本心，坦然前行。让我们从老铁匠的经历中汲取智慧，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，成就属于自己的不凡事业。让我们以智慧为灯，以勇气为帆，在人生的海洋中劈波斩浪，勇往直前。愿你我都能洞悉人性，运筹帷幄，成为自己人生的赢家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